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？单看外表丑了吧唧的，很像外星生物啊。但当你把它的肉打开啊，又很像鲍鱼。但其实它和鲍鱼的味道相差甚远，非常的难吃啊。我们叫它为石鳖啊，是一种海洋生物。虽然我们不爱吃啊，但不代表鱼不爱吃啊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抠了很多啊，我感觉足足有10多斤了啊。但今天就用它的肉啊去搞大货。荒岛生存一定要善于利用一些不起眼的东西来创造价值，像这种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吃一口的石鳖，说不定能换取其他美味。吃过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，那味道就像一个又腥又臭的旧轮胎，我们受不了。相反，对于一些鱼儿来说，这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味道。我们把它全部放在了前2天制作的大号鱼笼里面，说不定会因此引起连锁反应。小鱼近期吃诱饵，大鱼近期吃小鱼。放完诱饵，我也开始了水下行动，计划找一些早餐再上岸。此时的我就像一个海底掠食者，时时刻刻寻找着一切可以食用的海洋生物，哪怕是一个小海螺，我都不会放过，因为它们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是我们在岛上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。紧接着，我看到了2只很大的墨鱼，由于没有带工具，我不知该如何下手。要是鱼叉不丢就好了，那样我可以轻轻松松收获它们。好像在岛上生活就是这样的，该是你的食物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它出现的时间往往都是错的。没一会儿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只大龙虾，我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上手就抓了。此时的我心想，这应该就是我的食物了吧？可下一秒，它突然挣扎从洞的另一头跑了出来，这一跑就是很远。此时的我在后面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在拼命地追赶着，最终它终于跑累了，也终于成为了我的食物。哦，收获，可算把它追到了啊！真的是太幸运了啊！这一大岛上就有龙虾吃，还有海螺，我们赶紧去生火做饭。在我下水的时候，大头也有所忙碌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喝的淡水大多数都来源于这个蒸馏装置，只要不间断的持续火烧，它产生淡水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。就这样，我们今天早上有了美味的食物和水。吃早餐了啊！你们看这个卖相怎么样？来吧，大头，开始。好嘞，这龙虾烤的金黄的，好诱人呢。怎么样，大头？好吃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在水底下追了它半天啊。辛苦了，星哥，还得是你啊，要是我肯定追不到。今天这个烤龙虾真的是太棒了，吃起来啊焦香的。但是啊，最近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总感觉有气无力的，尤其是追这个龙虾的时候啊，差点一口气没追上，让它给跑了。可能是喝了太多蒸馏水的原因啊。星哥，我也是啊，最近总感觉浑身没劲儿。怎么哪都有你呀？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去干活。后面一定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不能一直喝蒸馏水了。吃了这么多虾肉和螺肉，我和大头至少在接下来的10个小时不会饿肚子。我们又开始忙碌于打造岛上的基础设施，在这里生存就好像脱离了现代社会，回到了原始生活。你想要生活质量提高，就得不断的收集岛上的材料，去完善你生活所用的一切基础设施。上岛的第1天，我们就收集到了很多海岛垃圾，其中包括一些废筐子和废铁桶。今天我们就计划用一个废铁桶来制作焖烤炉。我们先利用石头和一些泥土起一个框架，再把铁桶放上去固定即可。这样做出来的烤箱能轻而易举地焖烤出各种美味的食物，但是前提里面需要有一个放食物的架子和一个堵住铁桶的盖子。可以啊，这样密封起来它的温度就会很高了啊。以后在这里烤食物啊就会非常的卫生了啊，而且还非常好吃。这个铁桶是有异味的，我们需要提前加热2个小时来去除。过后我没有闲着，自从鱼叉丢了后，我没事的时候就会收集材料去准备制作鱼枪。这些材料有一些是我们上岛就带来的，有一些则是我们在岛上寻找的。原理也非常简单，用磨好的鱼叉头套住开关，再把一个带有弯钩子的皮筋勾上即可。前提是你需要用木棍制作一个合理的框架。这个鱼枪啊，整体来说还算是可以的啊，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，咱们来测试一下啊。假如前方呢那个瓶子就是一条鱼啊，咱们距离大概3-4米左右。你们看到了吗？这效果非常的不错啊！如果带着它下海的话，我估计绝对能搞几条大墨鱼啊！但现在时间不早了啊，我们等天黑去夜潜吧，那样收获会更多。每天在岛上吃1顿饭，身体是根本扛不住的，所以我决定和大头在晚上的时候继续出发寻找食物。
大头去了红树林，而我则选择了去夜潜试试运气。其实红树林的食物还是挺多的，你们过来看。除了螃蟹以外，我们可以随手捡到这种黑色的小丁螺，遍地都是。真后悔没带调料啊，要带了调料再打上炒着吃，那太爽了。行了，这些够吃了，再多了也吃不了。我们去找找螃蟹吧，争取让今天的晚餐丰盛一点。任何水看我们都不要放过啊，很可能这里面就藏着螃蟹。哇，这里有一个，露着2个大爪子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看样子是察觉到危险了啊，看到我过来，伸出2个大爪子，想要攻击我嘞。但不好意思，你夹不到。哦，好大呀，都有2、3斤左右了，是个公螃蟹啊，收了收了。就这样，大头在红树林有了不错的收获。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他收获了1只大螃蟹和小螃蟹，还有一堆小丁螺。而我这边整个夜潜过程就没有那么顺利了。虽然晚上很多鱼儿会一动不动，但这个时候海水非常寒冷，还到处都是小水母，地上也有着无数的长刺海胆。这些阻碍让我整个寻找食物的过程非常难受。好在下来没多久，我就看到了猎物，这是一只正在熟睡的青蚁。本以为我会轻松收获，可由于一手拿着拍摄装备，一手拿着鱼叉，导致我总是出现失误，让其挣脱。好在晚上它不会跑得很远，最终让我成功拿下。哇，可算是把它搞到了呀，累死我了。紧接着我又看到了一只小龙虾，在晚上它一般是不会躲在洞里的，你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，因为这时候它们才会出来找食物。寻找食物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，我们省略过程，直接看成果吧。这是一条躲在教室洞底下睡觉的大伙，抱歉，我叫不上来名字。在插中后，他带着鱼叉跑了没多远，就被我找到了，中间还差点让他跑掉。好在我眼疾手快，用鱼叉又给了他一下。哇塞，这鱼个头不小啊！我以为他把我的鱼叉给带跑了，结果在不远处啊就找到他了。啊，可以啊。整个叉鱼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，就比如这个小墨鱼插到后直接挣脱开跑了，还有眼前这个燕子鲳直接给我整懵了。我们通过慢镜头查看，原来是鱼叉的力度太大了，直接贯穿。最后这小家伙没跑多远就被我拿下了。过后我们的摄像机突然损坏，没有记录下更多的画面。兄弟们，刚刚潜水啊，真的是太冷了啊！我整着在火堆旁，把衣服全部都烤干了，才缓过来。秦哥，这鱼和螃蟹全部都处理好了，咱们开整吧。来，这螺的尾巴全部给它敲了，一会儿煮熟了直接嗦就行了。我们先用这个大螃蟹来测试一下这个烤箱啊。这顿夜宵啊，真的是来的有点迟了啊！现在都1点多了。没事，秦哥，好吃不怕晚。动筷吧，我先尝块这个鱼肉啊。我也来一块，这个焖烤的锁住了水分，看着就好吃啊。这种焖烤的吃起来非常的嫩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感觉有点淡了啊。下次挑战说啥也得带点调料来啊。秦哥，这晚上的鱼这么好吃啊，以后白天就在庇护所休息，晚上再去杀鱼，那样多舒服啊！你想什么没事的？你是不知道插这鱼的时候冻死我了。但话说回来啊，晚上的鱼确实好插，不过有利就有弊啊。如果以后白天忙的事儿多啊，咱就晚上去下海。你也别总想着偷懒。怎么可能啊，秦哥，我最勤快了。哎呀，快行了吧你？哎，你的船啥时候做呀？那样我下海就不用那么累了，还可以去其他岛转转。等哪天有空了再做行不行啊？今天一天都没闲着，快累死我了。我看很多粉丝都说我吃的多，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看到了吗？秦哥天天拿我当牛使唤，重的累的活都让我了，我不得多吃点补补啊？我得来个大爪子。没人跟你抢啊，你多吃点。那这个龙虾也归我了。哇，你们看这个肉真多啊！是馋坏了吧？快来一起吃吧，吃完了咱去看看那个石壁啊，引没引来大货。
荒岛生存最有趣的就是潜水找食物，因为每次下水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海鲜，它们的味道也是五花八门、多种多样。为了防止潜水没有收获，最近我们还用竹子编织了2个鱼笼，并把它们全部布置到了海里。经过1夜，2个鱼笼也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收获。来，把这个也接着。好嘞。今天咱这个鱼笼收获了5条鱼，本来是有6条的，结果中途跑了1条。这个大嘴鱼不知道是啥品种。咱把这些鱼全部腌心存储起来。最近晚上经常下雨，我们的新庇护所防雨效果不好，所以还得搬到这个老庇护所住2天。听说最近又要来台风了，所以说我赶紧把这个鱼叉进行了修复。趁着大风大浪来之前，咱们今天好好的潜一次水。这次我改成了单叉，又增加了长度，希望今天它能给我们带来好运。这个咋取出来啊？快来帮忙啊！这里的海底生活着很多麻烦海胆，我们先收集一些，另有别用。今天咱们就用这些海胆打窝插鱼，全部给它敲碎。把海胆扔到海里后，我也开始了潜水找食物的脚步。一下来我就发现了一个笨笨的海猪，这玩意有时候游得非常慢，很容易就抓到了。不过它是不能吃的，我们还是放了吧。过后我又看到了一种会动的海洋植物，有些长在沙子上，遇到危险它就会立马缩进去。这里的海底世界非常漂亮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海洋植物，鱼儿也在这里游来游去。但是要插到1条并非那么容易，所以需要慢慢的探索，寻找机会。在我没有插到鱼之前，我倒是发现了其他食物。一个海带子出现在了我眼前，它像一棵树一样牢牢的长在沙子里。收获完海带子，我还发现了大牛眼螺，这可是非常美味的海鲜，必须收下。当然小鳗鱼还有笨笨的傻瓜蟹就不去打扰了。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插鱼，在这里最常见最好插的就是石斑了，因为平时它们会一动不动。我发现了1条，结果第1次并没有插到，好在它没有跑远。在收获完这条石斑鱼后，我又顺利插到了2条石斑，后面我又发现了1条美味的扒皮。收获完1条扒皮后，我终于看到了大货，一条鳗鱼在一个礁石洞口一直盯着我看，我迅速瞄准了它，一击命中。差的一条鳗鱼。插到鳗鱼后，我来到了刚刚海胆打窝的地方，刚过来我就看到一只龙虾，结果这家伙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我只能看着它的背影，无可奈何。不过我在这里收获了1条正在石头上吃饭的海鲤鱼，还有沙子上跑动的寄居蟹，以及藏在沙子里的兰花蟹。就这样，今天的潜水找食物环节到了尾声。在我潜水找食物的时候，大头在岸上也没有闲着，他找来了一些竹笋，把它们熬煮过后，还制作了晾晒装置，准备晒制一些竹笋干。这个是咱这岛上的蔬菜，那这个呢，就是咱这岛上的零食。今天的收获很丰富啊，有2个海螺，有几条鱼，还有2只螃蟹。这种笋弄得不错啊，真是回头得多弄点。行啊，那鳗鱼先让它烤着吧，咱们先开饭。大头多吃点啊，最近都饿瘦了。行。秦哥，那鳗鱼好像烤熟了。熟了就吃啊。哦，这鳗鱼烤的好香啊，好久没吃了。秦哥，我就不等你了。不用等我呀，吃不饱的话，我还有前2天存的盐心鱼呢。